Hello，大家好，今天是想和你们分享一下我的一个优衣库的购物分享。这一次呢是买了12件衣服，这12件呢我在互相搭配的时候发现有6种比较有趣的搭法，然后这一次就跟大家分享一下我自己用这12件衣服搭出来的6套穿搭，然后也会顺便和大家分享一下每件衣服的一些优缺点，还有我自己比较满意的地方和不满意的地方。那就让我们开今天视频吧。然后第一套呢，就是我现在身上穿的这一套。我之所以把它放到第一套的原因，是因为这一件上衣我真的是特别喜欢。最喜欢它的原因，是因为它的颜色和它整体的这个领口的大小，是我今年非常想买的一个这种大领口的衣服。其实我在上一支视频，就是那个量体裁衣第2集和大家分享的肩部的时候，我就和大家分享过，溜肩的朋友其实我不是很推荐这种只在肩峰的位置有布料的大领口衣服嘛。然后我当时就有小的提到说，今年就非常流行这种大领口，其实我一直都在找，所以当我看到优衣库 U 他们出了之后呢，我当时就是看到那个 preview 的图的时候，我就知道这一件我是肯定要抢的。我先来和大家分享一下我不喜欢它哪些地方吧。第一个就是上身之后这个位置，就是你可以很明显的看到胸部的这个地方很皱，现在是因为我把衣服扎进去了，像在腋下又是一件紧身的衣服，它不贴我们的腋下的话，其实整个人穿上是会很邋遢的。但是呢，我又考虑到这件衣服它的价格又相对而言比较低，所以说想了想我是可以接受的，因为它确实真的穿上太显白了。还有就是我发现这个袖子的部分也是很容易出现皱褶的，反正你平时你当一个人的时候，就是你当一个真实的人的时候，你是要随意走动随意这样手动的时候，这件衣服是需要你一直不停的去理的。我分析了一下它为什么会出现这个问题啊，就是首先的问题就是它的这个针织的比较松，所以你稍不注意它就会有这种比较大面积的皱褶。如果你不把衣服扎进裤子里面的话，比较松的穿的话，你动起来的时候你看它就会有这种状况。其实我自己是觉得，如果说满意程度的话，我觉得就是刚好及格。它的整个这个针织的缝线，然后材料没有任何问题。那么下面这一条呢，是这一次 U 系列的一条阔腿裤。我当时看到这条阔腿裤的时候，我就立马选中了它。那么这一条牛仔裤呢，我穿起来是觉得整体的材质也非常好，它的长度对于我1.72米的身高来说，我穿上是刚刚好的一个长度，就刚刚好可以把我的运动鞋挡住。但是稍微对于我来说，我觉得有一丢丢的短了，大概就是短了1厘米到2厘米的样子。那么这一套呢，我还搭配了一件这个衬衫，也是他们这一次 U 系列，我当时看到就非常快就决定要入手的一件，就是这种比较半透明的衬衫。这件衬衫呢，就整体穿上身的效果我是非常满意的。再加上它是$40的一个价位嘛，然后对比下来，我觉得性价比很高。我当时看上它的原因呢，就是因为它是这种欧根纱半透明的一件衬衫，所以我们在搭配的时候，就是春天可以用作为那种衬衫的单穿不过你里面肯定要穿个吊带或者说抹胸啊。然后在夏天的时候也可以当做防晒衫来选择。然后我发现这2件衣服搭在一起的时候非常好看，因为它们是同色系的颜色，但是灰度和亮度稍微有一点点的不一样，所以搭配起来的时候呢，就是会有非常夏天的，然后非常橘子感觉的那种风格。而且它这个衬衫的翻领也是属于我今年非常喜欢的那种很尖的设计，我把它作为叠搭的时候呢，也是可以把它翻出来的。反正这一套的话，它整体的一个颜色我是非常喜欢的，上半身是亮橘色配这种脏橘色，就脏的橘色，再配一个比较浅蓝的颜色，我在中间再系了一个皮带。然后接下来的这一套呢，就是我用的我这一次另外3件单品来一起搭配，然后又是不同的一个颜色的碰撞搭的。其实这个衬衫和刚刚那件衬衫是同一件嘛，只是不同的颜色。这件 T 恤也是优衣库 U 他们这一次出的那种比较大一点点领口的 T 恤。然后我当时看到这个 T 恤的时候，也是我比较快的去决定一定要买一件的，而且看到这个酒红色的时候，我就立马就下单了。因为其他的像纯白色那种基础色的 T 恤我已经有了其他的品牌的嘛，我就觉得没有必要再重复。其实这件 T 恤也是我昨天才拍第一遍的时候特别失望的一件 T 恤，因为它其实我觉得它没有那么适合外穿，对于我来说，因为我这件的话也是买的小号，当时昨天试的时候呢，也是发现和刚刚的那一件橘色有同样的问题，你看现在就出来了。这个地方皱褶很严重，我现在也是把这件衣服扎起来的。如果说不扎起来的话，其实会更加的明显。就你稍微，比如说我现在说话呀，手这样动一动呀，拿东西，这个皱褶就立马出现了。而且它的这个袖子很长嘛，是属于那种大概3分袖的样子，一般普通的短袖到这儿就结束了，但是它到了大概中部，就你
大臂的中部下面的位置，所以说它遮住的地方很多，布料又多。我在动的时候呢，这种皱褶出现是会导致整个人看上去很局促的，然后没有那种很干净的感觉。但是我也在网上去搜了搜大家的一些买家秀，我发现这个 T 恤可能如果你想要穿的比较就是没有这种不容易出现皱褶的话，是建议大家去选大一个码的。那么就来聊一聊这件衣服的领口，因为这个领口是它做的一个比较大的改变嘛，因为之前其实是有优衣库 U 系列的一个普通的圆领的 T 恤的，那么现在呢独特的就是它把这个圆领做成了椭圆形，然后弯的比较大，这样脖子呢露出来的线条会比较长，脸也会稍微的看上去小一点点。但是我昨天在上身试的时候，我其实没有特别的满意，我发现它其实这个领口带给我的感觉其实并没有那种普通的圆领带给我的感觉要好，因为它的这个椭圆形这个领口有点老气，就穿上再配上它这个3分袖，就会显得更加的老气，感觉年龄比较大一点会穿的这种保守型衣服的那种感觉。因为像这个领口的部分，我觉得像这种普通的 T 恤一般在这个地方嘛，其实穿上整个人是会显得比较年轻、比较精神、比较运动的，但是它现在这个地方U 下来了之后，如果是原身体的朋友啊，我只针对我自己的一个情况来说，像我这种原身体，然后稍微穿不好衣服，就容易有点点显得丰满然后显壮的人的话，我其实比较在意这个部分的。然后尤其它这个袖口也是我觉得没有那么的喜欢吧，然后再加上它这个皱褶的地方，但这个颜色真的是很棒很棒。然后在下半身呢，我穿的就是一件深蓝色，他们这一次出的一个直筒的比较细的直筒牛仔裤的一个版型，然后这一条牛仔裤它的整体版型很合我的身，然后从屁股包到大腿小腿都很合适，而且穿上身之后非常修饰腿型，腿也看上去非常直，也能够完全的模糊掉我最不满意的小腿的那个肌肉的线条。然后接下来的这一套呢，我觉得最想和大家分享的就是我现在身上穿的这一件 T 恤。那么我当时呢，之所以比较想要买这件的原因，就是因为它的这个领口翻领的位置，比如说你的斜方肌比较大，容易显得肩膀比较斜的话，它这里一挡就把你的整个肩膀线条给挡住了嘛，所以你在穿这件衣服的时候呢，会显得人更加有精神，也会显得肩膀更平。但是这件 T 恤它其实和刚刚那个酒红色是同样的一个问题，就是也有可能是我尺码买小了，它是需要你买大一码的，你不能把它当做一个紧身的 T 恤来穿。如果是当做现在像我这种紧身的贴身的尺码来穿的话，腋下的这个地方就是会出现这种问题的，就整个人显得非常的邋遢。领口我很满意，但是我还是依旧不是很满意它这个袖子，我真的是不喜欢这个袖子，就是道长不短的，让我很难受。我觉得像那种以前那种普通的短袖的袖长的话，我会觉得人看上去更加精神。但是这一种长度的袖子比较适合说你觉得你自己的大臂比较有肉的朋友的，因为它只要一穿上就可以把你最不满意的地方挡住。那么我觉得它没有那么适合我的原因呢，是因为我的手臂我不太满意的地方就是在这一块，我在这块有一块肌肉，就我自己的那种一看就是很有力量的女人。那么平时的普通的 T 恤的长度的话，就刚刚好把这个地方给挡住嘛，又可以显露出我的手臂最瘦的位置，因为我大臂的位置最瘦的就是在中部的这个地方。如果它刚刚好把粗的地方挡住，然后露出我瘦的地方的话，这件衣服穿上去就会很精神。不知道你们能不能现在你在视频里面可以看对比啦，就这边明显整个人看上去要更精神，然后更阳光更向上一点。我还挺希望它如果优衣库他们能出就是普通的系列，就优衣库普通款，然后出一个经典的一直在卖的，就这种有领口的，我应该会买很多件回来，然后多出几个颜色，然后我会买大一码。然后反正这一件我很喜欢啦，就也希望他们如果能够在这里做一个袖子稍微短一点的，反正这个袖长真的穿起来就你说吧，就是那么年轻的小女生为什么要把自己的肉体遮起来呢？然后这一套呢，我在搭配的时候还搭了一个它这一次优衣库 U 系列出的一个这种开衫，我直接买的是纯黑色，因为我这一次买衣服的原则呢，就是买基础款，然后颜色呢可以买一点点不同的颜色来进行春夏天的一个颜色搭配，所以我在选择像这种开衫它有一定季节性的单品的时候，我就是直接毫不犹豫的选了黑色，因为黑色在穿的时候，你可以跟各种各样不同的，像我现在里面换一个不同的颜色，它就有不一样的感觉嘛。如果你选一个非常鲜亮颜色的开衫，你在搭配的时候其实整体的限制是很大的。看上它的原因是因为呢，它的整个针织是属于那种非常密集的，然后让这件开衫它的表面是比较光滑的那种。因为我其实是有黑色的开衫的，但是我的那件呢是属于比较手工质地的那种，很粗棒织的，然后比较像那种奶奶或者妈妈给你织的，比较乡村风一点。但是这一件呢，我觉得它就比较偏城市，因为它整个面料是比较光面的，然后比较干净，有那种极简的感觉。
然后接下来的这一套是我非常想和大家分享的这一次的一个颜色的搭配，我用的就是刚刚那件深湖蓝色的衬衫，就那个欧根纱衬衫，然后搭配的里面也是这一次优衣库 U 系列我买的他们的一件老头汗衫，就这种背心。这个背心呢，我发现它的版型是属于相对而言比较基础的版型，但是我发现它针对其他不同的品牌的这种老汉背心来说，它有2点真的非常优秀的，做得很好的一个地方。第一个就是它针对说，如果你是一个有副乳的人的话，它的这个部分是刚刚好从你的腋下这样收上来的，其实完全把你的副乳给你收进来，然后给你挡住的。然后当时在选的时候呢，我也选了一件白色，因为我今年应该会比较常穿这种背心，好，我就买了好几个品牌的这种背心，我想买回来对比看看，然后看看哪个品牌的剪裁最好，材料最好。所以我这次买的时候呢，我就也买了一件白色的。但是我对比下来呢，我是觉得说，它的这个售价是$15嘛，然后对比我之前在 H&M 买的另外一件的话，H&M 那件是大概$8，我觉得 H&M 的话性价比要更高一点，但是这件我会把它留下来，主要的原因就是因为它的这个颜色真的非常的好看，而且很少见。然后这一套我在下半身的位置就是直接搭的这一次我的一个新尝试，就买的是这一次 U 系列的一个短裤。那么这条短裤其实大家可能也会觉得还会不会不好穿呀，因为它的那个长度其实挺尴尬的，是属于那种小男孩短裤的一个长度嘛，就已经到了大腿中部的位置。但是我试下来是觉得它其实并没有我们想象中的那么显腿短，它的这条裤子的整个腰真的非常的高，是一个超高腰的，所以它在你的肚子上半部分是给你弥补了你的腿长了。然后呢还有个位置就是它的那个裤腿是比较宽松的，所以说只要你穿上的时候呢，这条裤子和你的大腿之间有一定的缝隙，就会显得你的大腿非常的细。而且我还有一个非常满意的地方呢，就是它的这条裤子的裤兜做的很大。我记得我很早之前买过一次优衣库和 JW Anderson 的一个合作款，他们当时设计的这个裤子就是这种又宽又长又大的。其实它这种裤子有一个优点，就是针对那种胯比较大的女生来说，它的这种比较长方形然后又大的裤兜的设计的话，是可以显得你的屁股比较小一点，然后可以拉长你整个屁股弧线的，让你的屁股那个地方的弧线显得更加的流畅，也就会显得整个下半身要窄一点点。那么这条裤子我在搭配的时候就是直接搭配的一双我自己的那种中筒靴，因为我发现像这种长度的裤子的话，搭配中筒靴是可以减少掉它的那种截断腿长的一个问题的，而且再加上这条裤子跟你的大腿之间有一个缝隙，还会显得你的腿很细。然后这就是这一套。然后接下来的这一套呢，我就是搭配的是我这一次的一个非常崭新的尝试，就是这种背心。然后其实之前我是完全不穿背心的人，因为背心的话，它首先有一个问题就是针对我这种圆身体，然后我身体的我自己觉得我比较有优势的地方，就是我自己的这种肩颈啊，然后肩部的这个位置，就是我觉得圆身体和扁身体的一个比较大的区别，就是圆身体是脱衣好看，然后扁身体是穿衣好看。然后这一次呢，是我搭起来我觉得还不错的，就是我直接搭配的是刚刚那件深湖蓝色的一个衬衫，因为我发现这2个颜色是可以搭在一起的。然后我想一下，是因为它的这个湖蓝色里面是有加入绿色的，就是像我刚刚跟大家分享的嘛，这件衣服它其实在不同的光线下，你可以看到一点点的墨绿色在里面，所以它和这个抹茶绿搭在一起的时候是非常非常合适的。这件马甲呢，其实我有一个觉得非常值得表扬的地方，那就是它的这个肩膀的部分，它是有设计一个肩膀的宽度的，就它在这个部分是有2块布料这样缝起来，给你缝了一个肩膀的宽度，因为没有人是一个纸片人，就真的可以薄着那么薄。那么如果针对这种马甲的话，如果它就普通的衣服，一般就是2片布料这样缝起来嘛，中间一个缝线，这样你穿的时候其实是很容易显得这个人这样有点驼背的。但是因为它中间加入了这一块，就会显得整个人就是会更精神一点，然后衣服也更立体一点。这件衣服反正我觉得搭起来我是比较满意的啦，但是也是从侧面反映出我觉得它没有我穿其他的衣服那么好看。不知道你们是不是这样觉得呢？这一套呢，其实你在搭的时候也可以把里面这件衬衫的领子翻起来，因为它这个衬衫非常好看，是属于那种很尖很尖的领子嘛，翻起来呢可以增加一点点犀利的感觉。但是我发现因为我的整个脖子没有那么长，然后脸比较大，然后整个脸部的给人的感觉是相对而言比较满，不会是那种清秀呀，然后也不会是那种比较
冷调的，就我可能如果要分的话，肯定是比较暖调的，像这种厚嘴唇，然后眼睛是那种圆的眼睛的话，然后脸又是方脸，就是整个人就不可能是那种比较清秀的长相，增加比较多的设计，其实是会显得上半部分有点怪，就好像有点不是在穿我自己的衣服的感觉。所以如果我就算要穿的话，我都是尽量保持着我的脖子的部分尽量简单，能简单就简单一点。然后在下半部分我搭的牛仔裤也就还是刚刚那条浅蓝色的那个阔腿裤，反正这条阔腿裤是真的非常百搭，我是决定要把它留下来了。然后这一套呢，我是真的觉得颜色真的太好看了。我现在又把我这件衣服给换回来了，因为这件衣服是我真的觉得最喜欢的吧。虽然它有不满意的地方，但是因为它是这个颜色，真的太加分了。它可以把它扣分的地方又反向加回去的加分题的那种感觉，所以我就把它换回来跟大家做一个结束语。然后这一次呢，就是我这一次买的12件单品，然后我搭配出了6套穿搭。反正这一次是我第一次录这种优衣库的一个购物分享，然后整体的感受是，刚开始我整个人是有点懵逼的，就收到之后发现它在你试的时候单穿的时候，其实效果没有那么理想。我自己思考了一下，它为什么单穿的时候你觉得这里不好那里不好，然后你在搭配的时候发现又挺好看的呢，就还可以的原因就是因为你整套穿搭看上去的时候就比较容易去忽略这些细节的部分嘛。其实这也是这种快时尚品牌，然后他们大部分做的就基本上是这种比较大面积的，就搭起来很好看，但是可能如果你真的要一点一点的去抠它的细节的话，它其实没有那么的经得起推敲。所以在这个部分我都是有完整的跟大家来聊一聊嘛，反正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需求，然后你在买到之前呢，你就知道它有这样的问题，你也可以去规避掉。那么有几件我是打算自己要把它留下来的，在之后的春季穿搭中继续发光发热。然后这就是我这一次的一个优衣库 U 系列的分享，然后希望你们喜欢今天的视频。如果没有看过量体裁衣系列的朋友，也可以去看一下我的量体裁衣系列，我还挺满意这个系列的。如果喜欢今天的视频的话，请在下方帮我点个赞。B 站的朋友也可以一键3连，大家也可以通过弹幕或评论留言告诉我你比较喜欢哪一件单品啊，或者说哪一套穿搭。大家也可以去关注我的微博、微信公众号和 Instagram。我感觉以后我都可以直接录一个那种固定的那个结尾，反正讲的话都是一样的。也希望你们不要听腻了，然后希望你们都去关注。下次视频再见，拜拜。